家好，歡迎回來洋洋的頻道。台北12行政區每一區都有自己的故事跟節奏。這一集呢，我們繼續在大同區散步。上一集我們來到的是大家熟悉的大稻埕，這一次呢，我們來到了大稻埕的另外一個核心，就是大龍峒。其實大龍峒的歷史比大稻埕還要早，過去是文風鼎盛的地方，出過不少考中功名的人。街區裡啊，還保留着老廟、書院、傳統的市集。走在巷弄間啊，你好像還能聽見當年的讀書聲。如果說大稻埕是熱鬧又精彩的舞台，那大龍峒就是有讓人靜靜的慢下來又有韻味的老靈魂，沒那麼喧囂，卻有一種讓人可以靜靜走、慢慢逛的一種氣質。那麼這次就跟我們邊走邊看一看這個被時間給好好保存的一個老地方嘍。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觀眾推薦的大龍峒熊會長油飯，就在這邊。它是一間是早上5點半就開門的油飯，在地人都會把它當成傳統的早餐吃，生意很好，有時候9點到10或是10點就賣完了，所以我們家是6點多就起床來，第一站就吃這一家。然後大多數的人來吃油飯啊，通常都會配上一碗湯。這裡的湯也很好喝，就是有好幾種選擇，可以單點，也可以綜合口味。油飯的分量啊，從半碗、小碗到大碗都有，價格也算很平實。那如果你只是嘴饞一下，你可以點個半碗，配個湯就剛剛好了。要是你早上很餓，那你肯定要點個滷蛋來吃嘍。它這邊的滷蛋是鴨蛋，很 Q 彈，其實口味蠻樸實，但是是蠻好吃的。它很不一樣哎，它加的是一些肉燥、肉末的一個方式，蠻 Q Q 的，有種胡椒香氣，它很有這種彈性感嘛。傳統的紅茶味，好大杯哦，超大杯，1000 CC 才25塊哦。接下來我們來到這一間紅茶屋，開業1981年，因為我們都年輕哎，這一店不要給我剪進去哦。走到這一家傳說中的紅茶屋，這也是觀眾推薦的在地飲料。我們早上就來喝，超多人的，而且它的品項超多的。你可以不只是點紅茶，你也可以客製，你可以加布丁或者是加珍珠，就蠻多在地人都是點自己喜歡的客製口味。它的紅茶小杯才15塊，最大杯是1000 CC 也才25塊。有網友說根本就是停在90年代的一個價格，25塊哎，就這麼大杯，就是附近的居民應該是很常過來喝。接下來這一家就是開在那個大龍峒市場的這個傳統早餐店，叫做重慶豆漿炸蛋餅。它開業已經有50年的時間了，是在地人或者是觀光客都會來報到的一個傳統早餐店。在 Google 上面呢，已經有上千則的好評 ，IG 上也很常看到有人打卡哦。等下我們就來吃吃看吧。就是先來吃吃看它的原味，它的原味其實應該也感覺蠻夠味的，因為老闆有滿滿的胡椒。然後看起來它雖然是油炸的，可是它吃起來是蠻清爽的。對啊，就很特別，因為炸蛋蔥油餅裡面竟然有加泰豐。这個是混漿，就是你的米漿加豆漿。網絡上人家推薦說這樣子喝很好喝，不會甜，又可以喝得到米漿的香氣。這一間炸蛋蔥油餅很推薦你們，而且它的那個蛋餅啊是現擀的，然後擀完了之後再直接下油鍋去炸，所以吃起來其實非常的酥脆感，然後它超級不油的，推薦。說好要去咖啡廳呢？說好啊，走吧。今天來到的這一間是 Say Yes 說好咖啡。那我在網絡上找到在地人都很推的一間社區優質好咖啡，因為聽說它的咖啡美式咖啡一杯才55塊，它的環境其實也是蠻復古可愛的。很多人說老闆的咖啡非常好喝，重點是老闆還有得過2025年的手沖咖啡冠軍哦。
一杯，等下 Key 在這邊跟你們分享。我覺得這一杯的那個味道呈現上來講，其實是蠻漂亮的，带一點微酸，但是它的那个酸淡的那种微酸感而已，但是不会很明顯，就是到了口腔之後它就不見。再來就是你可以喝得到它的那種酒香感，就是有那種櫻桃酒香的那種感覺，還蠻不錯的，蠻好喝的。那美式有可樂也有美式的感覺，有可樂，剛開始的可樂味蠻重的，你喝喝看。来到大龍洞啊，就一定要來到這個保安宮。它是主祀保生大帝，吸引了許多信徒前來祈求健康跟平安。廟內啊也保存了珍貴的壁畫跟建築的雕刻。它的建築曾經獲得了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物古蹟保護獎的榮譽獎。然後2018年的時候也被指定為國定古蹟。我們進去看看它的建築特色吧。真的很有特色哎！我查了資料才知道它是100年歷史的圓山站的宿舍，它還在2016年的時候被登錄為國家文化資產，現在搖身一變就變成了一個很有人氣的圓山站關東煮。它是在2024年才開幕的，不過現在的評價已經非常的高了。然後裡面啊，我最期待的是它裡面還有一台很可愛的清酒販賣機，我們等一下進去喝喝看吧。
夏日少女情懷的一杯飲料。因為是草莓的關係吧，初戀的味道。對，酸酸甜甜，好滋味。這個你會喜歡，這一杯我覺得還不錯。我是草莓控，這一杯還不錯。少年維特的煩惱，好像那個小時候那個親子體驗。哇，超多網紅，超多青少女吗？超多少女的。對，然后后面全部都是少女。少女們。這裡是台北孔子廟，又稱為大龍峒的孔廟。然後這邊是1927年動工的，整個建築的風格是泉州風格。這裡是紀念孔子的重要場所，每年的9月28日也會舉行釋奠典禮，延續傳統的儒家文化。不知道整個台灣總共有多少間孔子廟？對啊，台南有，然後台北也有孔廟，可能要找一下台灣哪裡還有孔廟。如果你們知道的話，也可以告訴我，也可以跟我分享每一間孔廟的一個特色。现在来到的是陳月祭古宅，它這個就是俗稱的老師府，它是在清領時期的一個士紳家族的宅地。它在2018年的時候被指定為國定古蹟。這個地方呢，是因為他家族中的清朝舉人陳維英，他曾經擔任書院的院長，因為作育英才而受人尊敬，稱為老師，所以他的主廚就稱為老師府。它的建築特色是閩式四合院結合的民宅，由公罵廳跟公館廳兩大建築的族群組成的，是台灣少見的雙軸線配置。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在保安宮拜完之後，你可以走沒幾步路，有一家叫做舉人豆花，它那個神社是很特別的，是比較復古一點的感覺。黑糖的豆花，甜甜的，其實是還蠻好吃的。那它的豆花看起來是固體狀，但是它吃起來是還蠻滑順的。吃甜甜讓你考上舉人。它整體的豆香感是還蠻濃郁的。他剛剛有跟我們講說，就是糖水啊不夠都還可以再加，再去跟他們加。
就是它的炸物，然后它炸的酥酥脆脆的，它是属于懷舊的復古型的便當。聽說喜歡吃炸物的人一定會很愛這一家，它的炸物炸得很好吃。我有小時候那種炸肉的那種味道，有點那種微甜感。然後它其實菜色很簡單，它就是炸肉，然後還有辣蘿蔔跟酸菜，而且它不是薄的，不是瘦瘦的哦，是有點甜漬感的味道。它口味也很好吃哎，它的口味做得蠻好的，那它的軟硬是蠻適中的。如果你喜歡吃大口吃肉的人，這一家蠻推薦給你們的。One more note, one more breath, one more go is all I get this time around. One more night to sing a song, see the light, dance along an empty floor I've come to know quite well. I've been lost underneath its spell. Just